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4月30日，新华社的通稿来了。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陪同的有蔡奇，主持的是丁薛祥。这是最反常的信号。习近平他竟然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他怎么敢？自从张又侠、刘振立出事之后，习近平不是一直被牢牢地钉在北京城里动弹不得吗？他最多也就是去了一趟雄安。外面的说法很一致，今天的中国军队，尤其是陆军，对习近平早就磨刀霍霍，他只要敢踏出京畿一步，就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可现在他偏偏就出来了，而且去的是上海这个中国政治版图上最敏感的地带。我们再看另一条时间线，张又侠、刘振立这桩军中大案，从今年1月份开始审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足够把任何铁案都砸出个结果了吧？要么你宣布人有问题，下一步怎么处理？要么你说案子还在查，给党内军内一个统一口径。可现在呢，案子悬着，最应该坐镇北京亲自了结此案的习近平自己却跑出了京城，到了上海。他还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开科技座谈会，您猜他过来干什么？他真正要过来做的事只有一件，他是来交账的。当初是曾庆红为首的老人们给了他3个月的时间，让他去摆这个案子。可现在时间到了，他拿不出结果，交不了差，只能亲自来到上海，当面向曾庆红做出交代。所以习近平此行名为调研，实为交账求活路。那么张又侠这件事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拖到连习近平自己都办不下去，非要跑到上海来求援？他当然想用自己最熟悉最顺手的那套办法来处理贪腐2个字，往人身上一扣，案子就成了铁案。可这一次偏偏不好这么办。那些红色家族的后人们心里都跟明镜的，你说贪腐好，那谁不贪腐？你说张又侠贪，那他到底贪了多少？证据有多硬？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值得你动一个军委副主席？如果真的是证据确凿的惊天大案，3个月的时间足够向全党公布了。更蹊跷的是，人也看不见。你说为了防止串供，不让家属探视可以，但退一万步讲，隔着玻璃看一眼，确认一下人还在，这总行吧？不行，这也不让。那大家心里当然要犯嘀咕了，人到底还在不在？是死是活？军队那边不说话，不往上提报告，人大那边说军队不提，我们没法走程序，办不了。那政治局呢？政治局能不能先拍板给这个案子定性，补上这张票？不能，因为政治局那张桌子早就裂了。去年12月底，政治局开民主生活会，开了1天半。过去这种会就是大家互相吹捧，半天就走完流程。可那一次不一样，元老们要求每个人都要自我批评，更要批评别人。结果批到最后，火力全都集中到了习近平身上。据说他一个人就被批了11次。赵乐际站起来批他，说20大以来，你习近平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党内风气越来越差。李希也站起来批他，说你放任彭丽媛、习远平干政，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甚至张又侠、石泰峰带着一批政治局委员集体向他开火。这边蔡奇和王沪宁在互相撕咬，那边李强和蔡奇又在互相拆台。何立峰、陈文清、黄坤明站到了蔡奇那边，王毅、李鸿忠、陈敏尔又跟着李强。这就是一桌子的仇家，谁也不信任谁，谁也不想替谁背锅。所以你现在让这帮人为张又侠的案子补一张票，谁敢第一个说张又侠必须办？没人敢。这就是习近平自己砍下了第一刀，却发现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替他补上这第2刀。这件事儿才会拖成现在这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样子。职务还给你挂着，
人大代表资格也给你留着，所以他只能亲自跑到上海来和曾庆红商量怎么办。习近平这次去上海，他最怕的不是曾庆红当面问他一句张又侠人在哪儿，他最怕的是曾庆红紧接着问第二句，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墙内普通人把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张又侠出事后，曾庆红、贾庆林、张德江这几位中共保守派的顶级元老第一时间就求见习近平。习近平不见，推辞了，只让人从里面带话出来，说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被中办隔离审查了。朋友们，您听听这个说法，中办这话一出来，曾庆红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一个堂堂的军委副主席出事儿，你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不见说话，去问军纪委，军纪委书记张生民说不知道这事儿，再去问中纪委，李希也说没查过这个案子，这已经完全不正常了。于是曾庆红他们又去约见蔡奇，蔡奇作为中办主任也拒绝会见，然后出来解释的还是中办的人，说辞又变了。蔡奇作为国安委负责人，接到了海外情报，称张又侠里通外国，出卖核心军事情报。一个军委副主席犯了天大的事，军方系统没有任何正式说法，最后出来解释案情的居然是中办。那么这件事你中办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曾庆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看明白了，这个蔡奇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角色。过去大家以为蔡奇就是给习近平递话筒、补镜头、写稿子、喊口号的大内总管，可张又侠这件事一出来，曾庆红发现蔡奇可能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大脑，没有蔡奇，习近平本人恐怕什么也做不了。这才是曾庆红真正感到后怕的地方。你蔡奇和你领导的中办能绕开所有正常程序，把一个军委副主席弄到今天这种地步，还让习近平在前面顶着民意，这是党内最核心的规矩被破坏了。后来蔡奇想怎么收场呢？他开始暗示说可以让王小红出来顶罪，意思是人是王小红那边抓的。可曾庆红不干，因为王小红他最多是负责执行抓人的那一段，他不是那个拍板的人。真正的问题是谁让王小红去抓的人？谁让中办2次3番出来解释案情的？谁先说张又侠是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后来又把说法改成里通外国的？这些问题根子都在中办，都在蔡奇。所以习近平这趟上海之行，他面对的是一张已经摆好的问罪的桌子。张又侠人在哪？蔡奇凭什么出来解释？王小红到底听谁的？你习近平到底知不知道？如果你知道，那就是你亲自下令；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是蔡奇架空了你。这2个答案对习近平来说，一个比一个难听。张又侠的案子拖到今天，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人事清洗演变成了一场对中办这个超级机构的政治拷问。问到最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蔡奇，他跑不掉了。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最核心、最血腥的现场，张又侠、刘振立出事的那一刻，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是现场突然出现了一群说不清来路、身份成谜的人，直接闯进了中央党校的休息室，把警卫给干掉了。这批人是从哪儿来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脱不了干系的人，王小红。王小红这些年他管的是什么？公安部，配合国安，还负责跨境抓捕。尤其是在东南亚那一带，他豢养了多少能干脏活的秘密力量，外面的人根本无从知晓。所以这次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有人把外面养的那批亡命之徒秘密调回了北京，让他们去执行第一现场的行动。这样一来，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桩无头案。休息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又侠和刘振立到底是被直接抓捕，还是先被重创？现场的监控录像后来又被谁拿走了？
所有这些全都成了一片迷雾。所以曾庆红为什么不接受让王小红辞职顶罪这个方案？的确，如果那批不明武装真的是王小红在外面养的人，那王小红就是第一现场那只最黑最狠的手。但问题是，这只手自己会动吗？王小红再狠，他也不可能自己拍板去动张幼霞。所以这个案子绝不止于王小红。张幼霞这一出事，军队里的那些将军们一下就看明白了。今天是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明天就可能是自己。所以没有人愿意再替习近平卖命。这些将军早就想动了，甚至早就想让部队开进北京，把这件事当面问个明白。但为什么部队一直没有进京？因为一旦野战部队进入北京，性质就变了，那就不再是党内斗争，那就是中共正式的分裂。这一旦被老百姓亲眼看见，中南海自己打起来了，老百姓会想，你们不是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吗？怎么现在自己人在北京城里开上枪了？原来你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军队进不进北京的问题了，而是全国的老百姓会不会跟着一起反的问题。所以曾庆红、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人迟迟不敢让军队直接进北京，把老习立刻拿下。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剪群编，一层一层的剪，一个一个的剥。蔡奇、彭丽媛、王小红、何立峰，这4个人就是老习的4根顶梁柱。蔡奇是脑子，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出自于他。彭丽媛是胆子，老习不敢下的决心，他在背后推。王小红是刀把子，所有的暗杀抓捕都由他执行。何立峰是钱袋子，所有的资源调动、利益输送都经他之手。剪掉了这4条边，习近平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说到这儿，插一句，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长期推荐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大家想补身体、送长辈都可以入手。单笔订单满$500就送1根玄宝黑参原参，而且是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下单的时候记得使用咱们的优惠码 GF， 普瑞堂现在是全球包邮。好，我们继续说回今天这盘棋。现在剪蔡奇这条线剪的是什么？是他的福建帮，是他的中办嫡系，是他的宣传口，是那些替他传话、替他造神、替他给习近平补镜头的马仔们。但是当张幼霞的案子被一路追问到中办的头上时，蔡奇其实就已经跑不掉了。彭丽媛这条线已经见血了，马兴瑞就是第一刀。而且彭丽媛最怕的绝不只是一个马兴瑞，如果接下来他的山东帮继续出事，那就是一刀接一刀继续往他身上剪。彭丽媛这条边是已经剪开了一个大口子，王小红这条线更重，他最近已经被中纪委留置问话。最后是何立峰这条线，现任发改委主任郑乍杰是何立峰的头号亲信，而就在最近，郑乍杰之前的大秘吴昊已经被中纪委悄无声息地收进去了。等到习近平的脑子不能再传话，枕边风不能再吹，刀把子不能再抓人，钱袋子不能再放水的时候，他就算还坐在那把龙椅上，也只是一个没人敢靠近的冰冷的空壳。现在这盘大棋的终局已经非常清楚了。党内的那些元老们不是不想动他，是不想让他们的内部火并闹得全世界都知道，所以现在只能选择剪群编。所以你看，最近针对老习党羽的大清洗是非常多的，落马的都是他的人。党内的倒习势力就是想尽快的能够把他拉下来，绝不能让他在21大上连任，不然军队的将军们完了，红色家族完了，胡温那边更不用说。明年年底就是21大，留给中国的真正窗口期就剩下这短短1年多了。如果21大又让他给拖了过去，到那时候中国内部就只剩下2条路可走，要么继续高压到底变成西朝鲜，要么就只能向外开火。
用一场惨烈的战争来把所有内部的矛盾全都压下去。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些错综复杂的内斗，实际上是在看这一点微弱的光还能不能从乌云的缝隙里透出来。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有价值，别忘了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您转发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接着看。